那个新春新希望哈，欢迎各位来到书街小教室，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。今天我们要跟你讲说，怎么样让那个肿胀很快的消下来。这几个月基本上属于幸福的日子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右边坐的都是漂亮小女生哦。啊，我就想问一下张小姐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肌戒毒？因为之前有青春痘的问题，那其实之前来找宋医师有控制一段时间，那之后就自己回去又开始乱擦东西，那发现月经前后就开始冒痘痘、长痘痘，那就开始乱擦保养品，那之后又开始长了一些闭锁性粉刺，那才发现说好像皮肤越来越糟，那变成一种恶性循环，才又回来找宋医师这边。不，这里头我有一个疑惑哈，就是理论上青春痘的病人第一个想法一定是 A 酸或果酸或那个雷射嘛，对。就是为什么你会跳过 A 酸，跳过那些东西，然后直接走回到肌戒毒这条路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皮肤很容易过敏，那只要用 A 酸或者是雷射，其实这两个我都有尝试过。之前长青春痘的时候，那其实回去皮肤又热又红，那其实也开始脱皮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不要这种方式，其实很不舒服啦。那我就不想要用这种方式，所以才回来找宋医师。好，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这一集可以命名为“走投无路的”这样子哈。可以。好了，反正本频道老街友都知道，你只要走投无路了，你就必须要回头啊。回头大家之所以不太愿意，就是因为会肿啊，会不舒服嘛。那您在整个肿胀的过程中，你怎么维持你的那个信心这样？因为每次肿胀的时候都会回来回诊，然后回诊之后，院长就会让我们看一些那个肌肤监测的图，看别人的还是看你的？看别人的，然后还有比较我自己的监测图，然后就有信心继续走下去，因为觉得说我走这条路是对的，因为别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别人都可以了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就继续坚持下去。对嘛，这就是我们拍片的理由，因为其实身为病友哈，我们医界有一种东西叫病友会，就是当 A 告诉 B 哈，它一样会好，其实对 A 来说，对 B 来说都是一种，我们认为是一种帮助的哈。好，那在肿胀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让它尽可能消下去？肿胀的时候就会问个案师说有什么方式，那其实他们就说其实就是要降温，然后降温之后再保湿，那就会维持我皮肤的比较舒适了。那就是润和湿敷就会降温，然后再来就是润和敷也可以让我皮肤保持，因为肿胀的时候皮肤会干会痒，那只要润和敷就会让我皮肤变得比较正常的状态，那也比较舒适。对嘛，就是说基本上应该这样说，如果你正确的保湿，你的皮肤就会比较柔软嘛，那比较柔软，它也比较容易透气嘛。那有时候透气还觉得透的不过瘾，有时候真的很热的时候，那就弄一点湿敷让它透气。可是透气湿敷会让皮肤比较干嘛，所以这时候又回过头去做保湿嘛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讲完心路历程以后，我们现在来讲那个各位喜闻乐见，我不知道你们乐不乐见，反正科学证据是一定要看，就是那个脸肿肿变脸平平时间哈。各位可以看到从这样子到这样子。然后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皮肤上是有破损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它就修复了，甚至长出毛发来。那这段时间是比较长的。我们来看怎么样急救。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西医皮肤科医师。那西医皮肤科医师看到脸肿起来哈，一定会想说，那用点类固醇嘛，讲白一点让它消肿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用类固醇哈。那你可以看到它从第一段下来，然后到第二段下来这样。好啊，其实你看到最主要是我们在4天内哈。4天内就让那个破掉的伤口至少先愈合哈。对皮肤科医师来说，4天内破掉的伤口愈合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。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，如果以长期来看哈，第二段其实是这样子哈，就第一段他用了19天，从很肿，然后这是他的那个左脸右脸，然后下来嘛哈，然后你就看到19天里头，他其实已经长出基本纹路了哈。然后这是他的另外一边脸一样的都是伤口，这个看得很快就算了。然后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休息，其实会代谢第二波的。那代谢第二波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情况就稍微好一点点，还是很肿，可是它就稍微下来。然后这次经过12天，其实就已经下来的差不多哈。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就还不错哈。这是2天前的图，现在的情况又更好一点。好啊，然后你一样可以看到它第二波就没有那个破碎的情况，可是第二波它又往
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上再继续改善哦。那这是他的那个右脸了哈，就一样。这里面主要跟各位讲的是，我们希望每一次拍片都能给各位一些信心哈，不要说只是拍片的。你看过的时候，至少你看第一个，你可以看到他从19天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哈，21天，然后之后到变12天就可以下来哈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哈，不管左脸右脸都是可以下来。我们是希望让所有的那个肿的人知道哈，就是不管你怎么样的肿胀，你在那个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它其实就可以下来，然后那个时间可以越来越短哦，就是它的波浪的状况会越来越短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各位可以看到的波浪哈，就是有办法让你从很肿胀的，然后很破碎的状态下，回到好的皮肤了哦。这个是其实你应该要相信上帝哈，在我们西医学里头，我们所谓的上帝，你可以当做达尔文，你可以当做那个 Mother Nature 这样。人是会治愈的，你只要不要破坏它，然后你给它正确的保湿、正确的降温，它其实是可以很短的时间内皮肤就修复了。每次录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点点好笑这样，因为像我这么虔诚的念佛人，然后每次都说那个张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走过死印的幽谷，你可以对后来的人，比如说他想要控油抗痘的人，他已经敏感肌的人，然后他非常不舒服找不到答案的人，你有什么样的建议？我的建议是可以直接来找宋医师。那虽然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是非常的不舒服，可是每次不舒服只要回来找宋医师拍图，然后看肌肤监测，其实又会有自信心，那再继续走下去。那每次肿完然后再消下来，其实自己都可以摸到自己的皮肤真的有改善，而且是跟以前那种打雷射啦，还是 A 酸焕肤那种舒服的程度，还有皮肤柔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那其实我现在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，公司同事也都知道说我用橄榄油在敷脸，那他们现在都会问我说，那要怎样保养皮肤？我就教他们说，其实不要太擦外面的一些保养品。那其实你有一些痘痘的问题，就局部用橄榄油来点那些痘痘，其实自己的皮肤都有那个治愈的能力，它大概3-4天痘痘其实就会消掉。那我妈还有同事，然后他们现在也都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试，可是我教他们说，先不要擦全脸，先局部就好，因为擦全脸就可能会像宋医师刚刚讲过，每个人都会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这过程真的很辛苦。那因为他们没有来找宋医师，所以我教他们说，就先保持局部擦橄榄油，只要他们觉得 OK 的话，我会介绍他们再来找宋医师。那保养品一般市售的保养品，我之后也不会乱擦了。那其实肌肤的清洁就是用清水泼一泼就好，也不用太清洁，因为其实皮肤都有自己的保护能力跟治愈能力，你不要太去控制它，或者是太坚持用什么东西给它的话，其实皮肤都会保持得很好。好，这里我要临时补3个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喊冤一下，因为每次人家来找我就说他肿起来很可怜啊，不是我让你肿起来好吗？就是我常跟病人讲，就你来找我说是在肚子痛，我只是让你拉出来，不是拉出来那个人的错，是吃饭没有去拉肚子的那个人的错好吗？第一个哈。第二个，因为橄榄油使用这件事情，我们是发现食用植物油没有问题，可是对很多那个你知道那个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所以这段我就不衍生开来哈。第3个，皮肤确实会治愈哈，所以与其盲目的去试这个试那个，你要知道医学美容或者药品，它每年都会有新的说法。与其盲目试这试了，你要试，我其实真的没有意见。你来拍个显微照相，然后你就去试，试完以后再拍显微照相。刚刚有那个媒体记者问我说，多久又可以知道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使用它，我最多3个礼拜到4个礼拜，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的方向。好，又到背 slogan 的时间，就是那个有皮肤的问题找舒肤机械，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自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小编比我还凶哈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说宋医师非常的认真替你们拍这些片，拜托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让张小姐的美丽传到全世界去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今天非常感谢张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